鳌拜确实想吃龙肝凤胆呐，结果那被几个小杂种打的是满地找牙呀，自个儿也闹了个身败名裂。我吴三桂自从顺清入关以来，饱受3朝皇恩呐。如今人老了，也阔了，还贪图安逸了。我呀，只想终生镇守云南，将王位世代相传呐。听见了吧？难怪京官们说大哥是老谋深算呐，确确实实比咱们厉害啊！大哥，我这次跟金钟为什么能够平平安安的离京？那就是因为你平西王没到，皇上心有顾忌。我知道，师伯啊，这辣椒红了值钱，这顶子红了就危险了。你现在是汉臣当中最红的一颗顶子，只要你活在世上，皇上就不安稳。内廷太监黄敬透露给我一个消息，说皇上把3大国策写在了乾清宫的柱子上，这头一条就是撤藩，先收云贵川，再收广东福建。我看不会，起码这几年不会，因为满朝的大臣们都怕撤藩会引起变故，耽误了他们升官发财的好日子。太皇太后也是不会赞成撤藩的，因为她最不愿意看见天下大乱呐。哎，我们也不想乱，可有人唯恐天下不乱。谁？大哥，你可曾听说过，前明崇祯皇帝破宫自尽的那天，从废墟中爬出个不满3岁的娃娃。这个娃娃呀，如今可自称是真龙天子啊！哼，我知道。站住！干什么呢？在下有要事求见平西王吴三桂。你是何人？中原隐士杨启龙。禀大将军，中原隐士杨启龙求见。哦，没听说过此人呢。是啊，姓杨的有什么话说？他说他从京城赶来，有要事相报，来头不小啊。让他进来吧。传杨启龙进殿。五华山旧主拜会平西伯。你小子放肆！哼，这位是镇南王耿精忠吧？你祖父耿仲明曾是我家3等奴才，先皇赏了他一个步兵参将。你父亲耿继茂小时好赌，长大了好战，也替清廷杀了咱不少明军将士。没想到你承袭了王位，本事不如祖宗，脾气可比祖宗大多了。哎，接下来，你该接我的称霸了吧？前辈尚可喜，令尊大人的名讳叫尚学礼。生前最后一仗是同清帝皇太极恶战于娄子山，率兵斩首1000余，宁死不降。而前辈你因受到官场同僚的排挤，不得已才降了清廷。好个隐士，好像对明清2朝都了如指掌呢，那还隐个什么事？如果阁下嘴里要是真有颗象牙，那就吐出来吧。哼，平西王也是饱经沧桑的人，何必明知故问呢？如今这世道妖人遍地，骗子太多，多问问好啊。我真名叫朱慈炯，崇祯皇帝3太子便是。请问殿下，你有何凭证啊？
大人请看。小阿哥呀，这些个崇祯皇帝的玉坠啊、折扇呐，我可以给你2箱子。别说你这号的3太子，就是大太子、2太子，我也给你变出10个8个来。平西伯，再看看这个，天皇玉蝶。嗯，你看，哎呀，玉蝶上的每一个字都是崇祯皇帝亲笔所书。朱慈炯，生母承乾宫何贵妃，生时崇祯21年正月初9子时初刻。稳婆流王氏执事太监马少平。3位王爷，瞧清楚了吧？这可是皇宫密档。破宫那天，我的乳母将它塞进了我的襁褓中。这玉蝶倒是真迹，不过阁下你却是个赝品。不错，明皇的子孙都被清兵杀了，内宫遗物也被抢得精光。你小子花了多少银子买了这个破烂啊？我朱明王朝天之所受，岂能被满人斩尽杀绝？哼！破宫那天，先帝为了不受玷污，亲手斩杀了宫内的后妃和公主，但我的乳母却用自己3岁的儿子将我换下，逃到乡下。平西伯，当年你不是派人四处寻找什么3太子吗？今日3太子就站在你的面前，你为何不拜？哼！不管你是叫杨启龙，还是叫朱慈炯，我只问你，你到我的五华山来干什么？我要你遵奉先父遗旨，起兵造反，驱除满夷，光复大明。当年老夫从龙入关就已经背叛崇祯皇帝了，今天又有人让我再背叛康熙皇帝，老夫这辈子要背叛多少次才能当一个忠臣呢？康熙马上就要撤藩，你们几个藩王都免不了兔死狗烹的下场。如果助随3太子光复大明，到时候你等依然是护国元勋呢。来人，拿了这伪太子，借赴京城。来，走。我自己会走。2位王爷，此人如何处置？杀之，以绝后患。把他送给康熙，我等又是一大功劳。对。跑了。这一切呀，都如同世伯所料。是啊，可那几个士兵死得有点可惜了。哎，不死几个人，那杨启龙怎么会信以为真呢？我断言这个3太子一定是个赝品，但是这小阿哥的确有本事，能把自己打扮得如此光彩，说不定能成为乱世枭雄啊！啊！其实真假都不要紧，老百姓只知道给皇上叩头，哪管皇上是真是假呀？啊！3太子跑到云南来，是想利用咱们。咱们不但不能被他利用，反而要利用他，啊！
相主，内廷太监黄敬密报说，康熙不日就要出京，南巡中原。你们听着，康熙不死，朝廷不乱；康熙一死，吴三桂他们必定起兵造反。你记下来。亲命平西大将军吴三桂望北而败，叩祝我皇万寿无疆。入冬以来，臣病逝日辰，见至举步维艰，不能坐堂领政。臣垂暮之年，越发盼望叶落归根，启皇上恩准臣裁军撤藩，告老还乡。自臣下3间瓦房，一片黄土，使臣与子相聚，安享渔耕之乐，人伦之情啊！王爷，哎，太后和皇上既不会让我撤藩，也不会让我休闲。他们不但不会，反而会令我严加防范，搜剿诛3太子乱党啊！是啊，王爷欲进先退，立于不败之地。这意思你都明白了吧？啊，你就斟酌着你吧。你完之后400里快递速送京城。是。左将军高德杰，末将在。点验水陆3军，停止所有官兵休假省亲，凡在编人等半月之内全部归营，有不到职者，军法论处。得令。私藩洪子雄，卑职在。即刻从内库调拨白银300万两，着四川、西藏、陕西、山西、河南、蒙古等地的部属和商贩，广购军马和兵器，越多越好。记住，不要引人注意。得令。平身吧。谢皇上。莫洛呀，臣在。朕是不是到山西了？皇上，这儿仍属直隶，但道西16里，便是山西境内了。你可真行啊！朕让你在阳城接驾，你却跑了几百里，接到直隶的地盘上来了。奴才想，皇上是头一回南巡，奴才敢不多迎几步吗？皇上下回南巡时，奴才乖乖在府衙里守着。这儿是行营吗？禀皇上，这儿只是皇上歇驾喝茶的地方，行营在道西，距此不远。您看，皇上，这挺好，放弃呗。皇上，奴才死活也得把行营撂在山西境内，你说对吧？知道了，这关系到封疆大吏的体面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你想把朕安置在道西什么地方啊？本省郡商刘义兵听说皇上南巡，欣喜万分呐，献出自家的一座宅院，了作皇上的行营。奴才恭请皇上在此吃一盅五台银毫消消乏，即摆驾行营下榻。这儿喝茶挺好的。皇上，那行营所在山清水秀，皇上肯定喜欢。不必了，朕今天就住在这儿。皇上，朕令莫洛在阳城接驾，可莫洛呢，自以为世受皇恩，所以擅离职守，不遵圣旨，跑到这儿100里以外来接驾。美其名曰是接驾，其实是为了邀宠，为了赏恩。莫洛，朕也是有苦难言呢。你是
先帝爷的老臣了。别怪朕不给你面子，要知道有些东西朕是不能给你的。记着，后天朕驾临阳城，旨意一字不改，3进官员通通到阳城接驾，听清楚没有？听清楚了。还有，也不必另置行营了。阳城县的黄城村是户部尚书陈廷敬的老家，朕就在陈府下榻，平身吧。谢谢皇上。来，进来和朕一起喝杯茶。哟，朕糊涂了，你们和朕喝茶一定是浑身不自在，是不是啊？好，这样把茶水给你们送出来，你们爱怎么喝就怎么喝。苏麻大姑姑，苏麻大姑姑，帮帮奴才吧！莫大人别着急，皇上越是亲近谁啊，才越骂谁。这么着吧，你叫行营送点新鲜的小米来，晚上给皇上熬八宝粥，皇上肯定喜欢。哦，谢苏麻大姑姑关照。管好下属吧，皇驾到了阳城，你们别以接驾之名扰民啊！奴才不敢，打死我也不敢呐！谢苏麻大姑姑，谢苏麻大姑姑。苏麻呀，啊，你熬的这粥还真好吃，比宫里都强。我哪有那本事啊？这粥是没落请了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，专门给皇上熬的。这老奶奶呀，熬了一辈子粥呢。难为没落了，这爱喝粥的老奶奶，定是个福寿之人呐。皇上说的好听，这村里的老妇啊，哪个不是吃了一辈子粥？他们得省下干粮给男人吃，自己不吃粥，吃什么？男女有别嘛。照皇上的意思，哎，我就是个吃粥的命了。东庭，来。这次朕本来想好好视察一下民情，可是到哪儿都被官员包围着，到处都是黄沙垫道、净水坡地，朕这两脚一着地，踩的就是地毯，连个土沫沫都沾不着。这哪是什么南巡呢？跟在宫里没什么两样。奴才这次啊，可跟皇上享福了。这些礼节啊，非把皇上两眼蒙住不可。按说山西是个穷省份，朕每年都得给银子，可是哪儿顶得住他们这么摆阔呀？皇上，奴才知道官员们的心思。说说。一般来讲，皇上看到的东西啊，都是他们不愿意让皇上看到的。他们不愿意让皇上看到的呢，皇上很难看到。咱们这么着，从明日起，咱们分3路进入山西。朕继续走官道，土海他们走山道，你呢走水路。你们把沿途明察暗访、听到的、看到的、猜到的，一律都记下来。到了阳城，通通禀报给朕。记住，要着微服。皇上，奴才有护驾之责，就这么把奴才撵走了，皇家安全有问题啊！哎，你甭唬朕，这太平盛世的，还有人敢刺杀朕不成？皇上说的对，如果想真正的了解世道民情，皇上得有点分身术。大伙儿都得用自个儿的眼睛帮着皇上看事儿，用自个儿的耳朵帮着皇上听声儿。你听听，河州长大的就是不一样。只是有一条，东庭和土海下去，也得放下天子进城的派头，一切都得跟凡人一样，别自以为是个钦差。得，就这么定了，咱们一律听苏麻的。走，陪朕出去溜达溜达。这，走啊！皇上，这儿便是内大臣陈廷敬老家，北流镇皇城，又名武亭山村。崇山峻岭中竟然暗藏一副大手笔，境界不凡。别瞧这儿崇山峻岭的，读书种子可是生生不息呀。哦，明朝200年，阳城就出了40多个进士。先皇顺治在位18年，这儿竟然出了17位进士。
尤其是丙辰科那年，这儿一次就中了10位进士，人称10凤齐名，因此也称凤凰城。啊。天有情，山如梦，超然世外，人皆地灵。是。莫洛，是。朕有时候真替汉人们纳闷儿，他们有这么多人，占着这么好的地方，又出过那么多圣贤，怎么就生生的把江山给丢了呢？让咱们满人入关做了主子？奴才没想过，奴才想不动这些事儿，这些事儿太沉了。你不配当人家主子。是。哎，朕要召见的人，你都传到了吗？哦，全都到齐了，都在东书院恭候圣驾呢。朕到下午才面见他们，你这么早就把人弄来干什么？这不让人家干等着吗？主子光阴珍贵，做奴才的候着主子，这是应该的。得了，待朕更了衣，马上见他们。哎，好。周围3省的都、府、道、将军、总兵都在这儿。你们大部分人朕是第一次见，朕见着你们高兴，啊！都坐下吧。皇上您请坐。朕这次南巡有3件事，第一件嘛是瞧瞧你们，第2件是让你们瞧瞧朕，第3件呢是咱们共同瞧瞧这片天下。你们都站起来干嘛？皇上不坐，奴才们岂敢呢？朕是一路坐轿子坐累了，想伸伸筋骨。怎么，平常你们是不是坐轿子也坐多了？啊？哼，如果坐轿子坐累了，你们就站着。先说这第一件事，在座的跟朕打交道，大多数是从折子上，啊，朕只知道其表啊，就像鸟儿的翅膀，它虽然漂亮，那是外表而已。朕贪心不足，想多知道一点，所以就来到这儿，让你们惶恐不安，恨不能把朕撵回京城去。再说这第2件事，全国大多数知府知县恐怕都没有见过朕。当了一辈子差，进了一辈子中，到老了连皇上什么模样都不知道，多冤呐！不过也怨不得朕呐。大清国实在是太大了，就是朕长了8条腿，恐怕也走不过来呀。也有重臣劝朕不要抛头露面，说天子越是深藏不露，下头官吏就越觉得神秘，越发畏惧。见多了，也就如同常人一样，司空见惯了。朕承认，这话说的有道理，但是这是术，而不是道，是帝王的御下之术，而不是堂堂正正的天子之道。朕要以道治天下，所以朕必须走出来，让你们瞧个够。皇上圣明。这第3件事情嘛，就是咱们共同来瞧一瞧这片天下。大清入关有40年了吧？百业复苏，民生兴旺，国库充盈。但是这片天下安宁吗？据朕看来，不安宁，很不安宁。哎呀，过一天呀！别往前走啊！这是俺们村百姓。滚！想干嘛？把严嵩到衙门说去。列位请了。前辈，
你是来买马的吧？完了，马都叫人抢走了。是啊。哎，前辈啊，在下瞧，那几人也是官差啊。哎，他们是哪家官府的？哎，为何那么霸道啊？他就是知府的周云龙。周云龙，哎，好像是吴三桂的旧部啊。不错，周云龙原本就是平西王的家奴啊。哈，在下听说，周云龙官声不错呀，勤政爱民，屡受嘉奖啊。你们山西是个穷省，是吧？但是，听说一个知县3年做下来，也能腰缠万贯，甚至10万贯。之后，就开始到京城去跑官、买官。听说你们建一次明中堂要200两红包，建一次锁中堂要300两，是吗？当然了，你们这里也不乏廉洁奉公之臣呐。知府周云龙，奴才在。听说你是3晋的楷模。去年治河的时候，河工银子不足了，他变卖了自家的祖业38000两银子，亲自率领河工隆冬腊月破冰下河。臣唯有尽忠报国，不负皇恩。公子爷，如果没事儿，这儿没茶水伺候着您呐。走吧，走吧。啊，我家主子啊，有几个朋友在官场上混饭吃。大爷如果有什么委屈，不妨说一说，我家主子啊，说不定还能帮一点忙呢。大爷，你要是有委屈啊，只管说出来，也好让人家知道真假呀。我说公子啊，当官的好坏，您不能听当官的瞎白活呀。眼下这事儿吧，俺全村人集资买了8匹马，想跑个小买卖，可周云龙立了新规矩，说每匹马要抽出1/3的税银，这还不算。俺们砸锅卖铁的把税银送去了，他又说俺们的银子是马银，要化成官银，每两还得再纳2300的火耗。不对呀，朝廷有定规，火耗银子每2不得超过8里，这2300可是超出了许多倍啊！你们为何不上诉总督啊？哎，山西总督没落，早被周云龙喂饱了。督府烂了，还有朝廷吗？朝廷？狗屁朝廷！哦，税银和火耗都叫朝廷收去了。姓周的说，皇上才娶了第9房娘娘，她祖籍山西，这是全山西人的光彩。他还说，山西百姓应该纳银孝敬。更让朕欣赏的是，听说你现在仍然守着自己的糟糠之妻，没有纳3房4妾。朕听说，你的原配是个贪子，还给河工们纳鞋底儿，是吗？皇上圣明，贱内是半身瘫痪了，可他小时候和臣一块要过饭，臣与他生死相依。你不是个2品吗？朕要封他为1品诰命夫人，而且朕还要给他提个大匾。皇上，公子爷，您这话说到根儿上了。这儿3府是期县，圣旨不能抵王命，皇上不抵王也。哪个王？当然是平西王了。吴三桂。哎，公子，这名可尊贵着呢，在这儿可不敢直呼其名啊。谢了。刚才朕说天下不稳，绝非危言耸听，现在就有妖人结社，蛊惑人心，煽动反清复明啊！在藩镇，个别的封疆大吏拥兵自重，盘剥当地的百姓。朕想问问你们，如果有人委托天意起兵造反，
你们怎么办？再假如，这个人就是你们的顶头上司，啊，就像莫洛吧，手里掌管着兵马钱粮，手底下有着成千上万的百姓。他突然间有一天说：“朕是个蛮夷。”他要高举义旗，替天行道，说朕不配君临大汉，要把朕赶出关外去，把朕赶尽杀绝。啊！皇上，奴才……哎呀，朕不过是拿你打个比方。皇上，奴才可受不了这个比方啊！你先受着点儿。这……真到了那一天，如果你们不跟着造反的话，那么就会有人说，你这个汉人是满人的走狗，是汉人的败类。起来吧。如果跟着一块造反的话，那肯定是没有天理，是死路一条。朕真的不知道那一天你们会怎么办。真的到了那天，臣释迦没落，碎尸万段。臣虽是汉人，却是大清之臣，定然尽忠报国。尽忠报国，不负皇恩。好，都请坐吧。你们记住，任何时候，任何情况下，大清是天下人的，绝非满人一族的。朕是受命于天，奉行王道，这不容置疑。所以，绝对不允许分疆裂土、偷天换日。这。魏大人，小的打探了，这些人都是三郎乡会的信徒。他们说，三郎乡会的总教主云游到了本镇，周围各县的信徒和香客都赶来参拜。香客有不少是从直隶、山东、河南来的。三郎乡会有这么大的势头，知道教主是谁吗？姓杨，名启龙。杨启龙。好，咱们去见识见这个杨教主。魏大人，天快晚了，谨慎些好。哼，有些人呐，只有天晚了才出来。看过去啊。咱们祖祖辈辈当牛做马，为了什么呢？不就是为了过几天太平日子吗？可是望穿了眼，等白了头，等来的是大清换了大明，咱们还是当差的种地，饱受欺凌啊！三郎乡会上奉天意，下顺民心，与天下人互助互利，生死与共。凡入会者，皆为我骨肉兄弟，受神主保佑，永保太平。呜呼！呜！这位兄弟还没有入会吧？在下是北方人，经商路过此地，进来瞧瞧热闹。无论你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，皆为我兄弟也。不愿入会者，悉听尊便。日后有难，本会仍然会解衣相助，有求必应。这位教主，在下也痛恨那些贪官污吏和权贵奸商，但是在下更不相信那些以反贪为名蛊惑人心、煽动天下大乱的人。果真闹出什么干戈来，遭罪的不还是老百姓吗？本主刚接到神龙启示，100里之内藏龙卧虎，100日之内暗伏沧桑巨变。谢教主指点，在下告辞。公子走好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什么官位？臣王吉珍，山西晋城知县。朕就让你这么畏惧吗？臣并非畏惧皇上，而是臣不敢说。只管说，朕不怪罪你。臣想出宫，已经快憋了3个时辰了。朕早就看出来你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原来是叫尿憋的。快出宫去吧。
谢皇上。还有谁要出宫？一块儿去。王继珍亵渎皇威，回头奴才一定重重办他。王大人，禀皇上，王继珍一泡尿尽，竟然虚脱昏过去了。他怎么这么大出息啊？啊，人呢？醒过来了。快叫！这。请皇上赐罪。起来吧。王继珍。坐。朕想问问你，晋城有多少户、多少口、多少丁啊？禀皇上，全县27500余户，103900余口，在册丁壮38220人。有多少水浇地、旱地、果林是多少？在县衙里吃俸禄的人是多少啊？全县的水浇地仅80亩，旱地305800亩，全县所有的果林有92000余亩。县衙吃俸禄者，连臣在内，总共64人。啊，朕瞧你也是个干吏嘛，怎么叫一泡尿给憋昏过去了？啊？请皇上准臣直言。说。皇上召见的所有臣工，他们都是昨日就接到上谕，因而从黎明时分起，他们就不吃不喝，排进府中屎尿，只尽参茸补剂，已被皇上垂训。而臣日出3竿以后才奉之上谕，臣已经喝了一肚子的粥，匆匆奔来奉诏，所以丑态毕露。是这样吗？看来是了。王继珍，他们为何单单把你给抛弃了呢？禀皇上，家父王辅臣素与总督没落不和。山西候补提督王辅臣，正是。王辅臣在吗？禀皇上，王辅臣有结党悖逆之嫌，现在在家反省，奴才为防不测，未召他见驾。王辅臣曾经是平西王吴三桂的心腹大将啊。主子，平西王吴三桂在此势力极大，下官们只认王命，不遵圣旨。百姓们做个小买卖也得3、7抽税，官府征收的火耗银子高出朝廷规定的2、3倍啊！有个叫杨启龙的人，在各省开设3郎相会，蛊惑民众，图谋不轨。杨启龙自称堂主，扬言各地的信徒不下100万。据百姓说，还有个副堂主是手握雄兵的前明大将。啊，还有知府周云龙暗通吴三桂，贪赃枉法，欺压百姓。他大肆征购军马，运往云南谋取暴利。奴才不明白，吴三桂要那么多军马干什么？你刚才说谁？吴三桂啊！啊，那个知府，周云龙。周云龙，啊，他贪赃枉法，欺压百姓，他还暗通吴三桂，你没弄错吧？奴才亲眼所见，岂敢乱言？明日还有几个百姓到官府去喊冤，奴才还准备去看看呢。奴才从水路而来，也碰到了3郎相会的信徒，各省的人都有。当地官府绞指害民的事，奴才看到好几桩。越往南呐，吴三桂的势力就越大，他还仅是3藩中的1藩呢。想必啊，福建、广东
也是如此。长此以往，朝廷岂不要被他们架空了吗？朕今日丢人丢大了，主子。哼，今日东书院垂训的时候，朕还将周云龙立为廉吏的典范，把他那位摊子夫人还赐为一品诰命夫人。你们都平身，平身吧。主子，也许奴才看走了眼，冤枉了周知府。你不必逢迎朕。朕原以为周云龙虽没有没落说的那么好，起码也是个洁身自好的人。现在看来，大伪似真，大奸似忠啊！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。朕太轻率了，瞎了眼。哼，那个总督，那个没落总督，也让他玩弄于股掌之中而不自知啊！苏麻呀，朕出丑了。